嗨，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回到了我的频道，我是 CJ。今天的重点新闻将会提到以太币上看15000美元，大家一定把影片看到最后哦。现在有个好康的活动，只要使用我的注册连结完成了首次注册，并且符合新用户的一个资格，就可以获得1000U 的仓位。而这个仓位呢，大家可以用力的去开，大力的去开。亏损的话呢是没关系的，重点是获利的话还可以提币走的，是非常的划算。我们就来看到今天第一则新闻，中本聪的雕像遗失了。这尊雕像原本在8月1号国庆日的时候是还在的，但是呢，竟然在过了一天的时间呢，只剩下底座了。上面的一个中本聪的雕像呢，已经整座遗失了，所以主办方悬赏了0.1枚的比特币，将近高达了有330几万的台币。而大家认为为什么中本聪的雕像会遗失呢？欢迎在下方跟我留言分享您的看法。再来看到下一则新闻，大家应该都有看过拉花吧？有喝过咖啡的多多少少应该都会了解拉花。就在今天盘面上出现了拉花，而它拉花的方式呢是以 K 线的一个方式呢绘制出来的，而这支币呢就叫做阿法币，而它也是一支迷因币。这支创建者呢在短短的2天时间内呢就绘制出了一个阿法，而它现在价格已经跌入将近归于零，所以这支代币呢也有可能就是貔貅币。而貔貅币呢，就是中国的一个古代的一个传言呢，貔貅呢，它只吃黄金跟珠宝，而它是不排出的，所以呢，就等于说呢，它是只进不出。所以目前这支代币总市值有62万美元，等同于呢是化为了乌有。所以大家呢在投资上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小心。接下来看到最后一则新闻，目前累积量以太币最多的一间上市企业公司，也就是 BitMiner。它累积量高达了有62万3000多颗的以太币，占了总流通性的 0.36%， 而它平均的价格呢是落在了3755。就在这几天的一个跌幅呢，造成了它的以太币的一个亏损呢高达了有 1.9亿美元。而不止这样，就连它的股票也就是 BMNR 呢，在本周的时间内呢，已经跌幅高达了 23.27%。现在 BitMiner 手中还持有了4亿多美元的资金，而不止这样，他们还要打算使用一个回购股票的计划呢，去累积到10亿多美元的一个资金呢，再去购买到600多万颗的以太币，占了总流通性的 5%。而这也是汤令呢目前的一个最终计划。汤令本人也在这一波的一个下跌浮亏的状态下呢，也出来信心喊话说，以太币呢还未到达他们所评估的一个价格，也就是我们今天的重点，以太币将会上看到15000美元。为什么汤令会说以太币将会来到15000美元一颗？这个不是他乱说的，而是有一个数据，也是7大的关键讯号。而这7大讯号呢，也将是证明说以太币现在是被低估的。首先，第一个关键讯号就是企业储备，现在已经不只有是 Sharding、BitMiner 这2家的公司在储备，已经有12家的企业呢正在储备以太币。第二个关键讯号呢，就是 ETF， 这阵子的 ETF 流入量呢，已经转战到了以太币。而就在7月16号呢，就有高达了有7.26亿美元的资金呢流入。而不止这样，就连7月份一整个月份呢，就流入量高达了有54亿美元。而现在比特币呢占总流通性的 ETF 呢是 6.49%， 而在以太币的话呢，占总流通性呢有 4.71%。所以呢，现在很明显呢，以太币的 ETF 呢还有很大的一个进步空间。所以呢，未来呢将会是 ETF 呢也是一个关键的一个讯号。而不止这样，贝莱德的 ETHA 也递交了给 SEC 的 19B4 的文件，申请了以太币的一个质押，将预计会在下半年进行上市。而这质押的总年收益呢，将会占3到5%。接下来关键讯号3，也就是以太坊基金会。以太坊基金会已经在2025年3月的时候呢，改为双主管，分散决策权，降低一个依赖性。
并且呢，他们也将要引入华尔街主流金融体系的一个项目，也就是 ETH Realize。接下来关键4的讯号，也就是以太币的盘面走势图。在 RSI 讯号呢，以太币过往只要跌幅到了30到40%的位置呢，都将会有一波的猛烈的涨势。这也很清楚看到，在2023年30到40%之间呢，上涨幅度呢就高达了290%。而接下来在4月7号，也就是今年的4月7号的时候，是跌到了30%到40%之间。而这一波的涨幅呢，涨到将近4000美元的位置，也只有涨了180%，所以就预示着呢，在这一波的涨幅呢，还会再继续涨，而且呢，涨幅的目标呢，也会到达了290%的一个位置。接下来看到下一个关键讯号，也就是讯号5链上数据。左边这张图呢是以太币7月份的一个活跃数据图，在7月份呢已经涨幅高达了有 16.2%。而在左边呢，就是交易的一个数据图，在7月份的部分已经涨了高达有 14.2%， 而在这边呢，很清楚看到呢，7月22号呢单日的一个交易量呢就高达了有162万笔，而在上个月呢最大量的交易量呢也才有仅只有140万笔。下一个数据就是链上手续费，在图表上很清楚看到，红色部分是创链。而在浅紫色部分呢，就是以太链，而以太链呢，在6月份呢，已经来到了3910万，也是排名第2了，仅次于创链。再来看到下一个数据，就是 DeFi 的锁仓量，在6月28号602亿美元到7月28号呢，3年以来的高点呢，859亿美元呢，日增了 42%。而大家很可以看到呢，在7月下旬呢，已经突破了1530亿美元，也是创3年以来的一个新高。再来是以太币通膨数据，蓝色线的话呢是以太币，而比特币的话是橘色线。而过往呢，大家都会说以太币的通膨啊非常严重，是一个通膨无上限。但是呢，就在这3年以来的一个数据里面，可以很清楚看到呢，以太币呢现在是 0.117， 而比特币呢是 1.338， 所以以太币已经低了比特币将近高达有11倍，所以呢现在目前呢已经不能说以太币是一个通膨无上限，它现在呢都是使用多少呢就会燃烧多少一个代币，所以呢大家是否已经看到以太币的改变？接下来讲到关键6，也就是 RA 跟稳定币。我在这张图表很清楚看到，现在 RA 链使用以太币呢，将近就有341家，所以目前的主导地位呢依然是以太币。接下来看到下一个数据，就是 RA 使用链上各个的市占比。现在目前占最大，也就是 55% 呢，就是以太币，占了有70亿美元。而在第2名，也就是 ZKS 呢，它排名第2呢，是仅只有 2.4 亿美元，整整呢就少了以太币有3倍之多。再来看到下一个数据，也就是稳定币，目前稳定币就占了2500亿美元，而光以太币就占了1377亿，总共呢就占了 54%。最后就是剩下关键7，而关键7就是 ETH 的技术。ETH 呢，目前呢，在今年5月7号已经 Pytra 升级了。接下来在年底之前呢，会完成另外一项升级，也就是他们会将单的区块资料呢进行 block 数量扩增到了8倍，而这引进了一个 PeerDS 技术，而将会提升呢链上资料，而这个升级就叫做 Fusaka。而种种这7个关键的一个因素呢，就预示着以太币是被低估的。而这一波涨势呢，是否会涨到8000，还是汤令所说的15000枚的一个以太币呢？我们就让时间来证明。如果大家有觉得有任何的一个想法，都欢迎在评论区跟我分享留言，让我更清楚你们的一个想法。好，那我影片就分享到这边。如果喜欢我的观众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我重要的加密资讯分享。好，那我们明天见，拜。